今天我们将进行一次深度的市场剖析，聚焦全球黄金市场的两大巨头中国和印度。世界黄金协会刚刚发布了他们关于8月份市场的最新报告，里面包含了大量值得我们关注的数据和趋势。无论您是经验丰富的黄金交易者，还是刚刚开始关注贵金属投资的新朋友，今天的内容将为您提供极具价值的洞察。我们将一页一页的把报告里面每一个图表都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首先我们来看中国黄金市场更新这份报告。报告的标题非常有意思，8月份批发需求下降，这为整个市场定下了基调。我们先看第一页的要点部分，报告总结了几个核心的信息。第一，8月份全球金价在上涨，以美元计价的伦敦金上涨 3.9%， 但以人民币计价的上海金只涨了 2%。 这个差异主要是因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部分抵消了国际金价的上涨。第二，上海黄金交易所的黄金出库量在8月份继续下降，这表明实体黄金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有所减弱。第三，中国的黄金 ETF 出现了60亿人民币的净流出，期货交易量也下降了。报告认为这和本地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提升，转而追逐股市有关。第四，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中国的央行，在8月份继续增持 1.9 吨黄金，这已经是连续第10个月增持了。最后7月份的黄金进口数据出现了反弹，达到89吨。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页下方的图表1， 8月金价上涨。这张图表非常直观地展示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价格差异。图表的纵轴是月度环比变化的百分比，横轴是时间。图中的黄色柱子代表人民币计价的上海金月度回报，而斜纹填充的柱子代表了美元计价的伦敦金月度回报。请大家把目光聚焦在2025年8月份，也就是图表的最右侧这两根柱子，可以清楚地看到代表伦敦金的斜纹柱明显高于代表上海金的黄色实心柱，这正是报告中提到的 3.9% 对 2% 的涨幅差异。对于交易者来说，这意味着汇率变化是影响国内金价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报告的第2页，深入探讨了批发需求的疲软。报告指出，8月份中国批发黄金需求为85吨，这是自2010年以来最疲弱的一个8月。通常来说，第3季度末黄金需求会因为季节性的因素回暖，但今年却反其道而行之。原因在哪里？报告分析指出，主要是金条和金币的投资需求不振，因为投资者的吸引力被当时火热的股市吸引走了。我们来看本页的图表2， 8月份批发黄金需求下降。这张折线图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视觉证据。纵轴是需求量，单位是吨，横轴是1年中的12个月份。图中的3条线，紫色的线是2024年的数据，橙色的是2025年的数据，而浅紫色的是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请大家观察代表今年的橙色线，在8月这个点上，它明显下沉，不仅低于前几个月，更重要的是它远远低于那条代表10年平均水平的浅紫色线。这直观地告诉我们，今年的黄金需求在8月确实是非同寻常的疲软。现在我们来看第3页，这里的主题是投资者行为。报告指出，中国黄金的 ETF 在8月份流出了60亿人民币，约合 8.34 亿美元。同时，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黄金期货交易量也环比下降了 26%。 报告再次将原因归结为强劲的股市表现。我们来先看第3页上半部分，图表3，中国黄金 ETF 在8月份出现进一步流出。这是一个双轴图，左边的纵轴对应是绿色的柱子，代表每月基金流量，右边的纵轴代表是黄色的线，代表是资产管理的总规模。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8月出现了一根向下的绿色柱子，
这代表资金净流出。同时，尽管金价上涨，但代表总资产的黄线也略有回落，这正是资金流出效应的体现。再来看本页下方图表4，投资者注意力被强劲的股市分流。这张图是理解当前市场情绪的关键。图中有2条线，紫色的线代表沪深300指数日均交易量，蓝色的线代表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期货的日均交易量。图中的紫色阴影部分标示的是历史上股市的牛市行情。请大家看图表的最右端，在2025年8月附近，代表股市交易量的紫色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尖峰，而代表黄金期货交易量的蓝色线则相应的走低，这形成了一个鲜明的跷跷板效应，完美的印证了报告的观点。当股市火爆时，资金和投资者的热情就会从黄金市场暂时转移。我们继续看第4页，这里关注的是官方黄金储备和进口情况。报告提到，中国央行连续第10个月增持黄金，总储量达到2302吨，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 7%。 请看本页上方的图表5，中国官方黄金持有量进一步上升。这也是一个双轴的图，左轴单位是吨，对应是紫色的柱状图，代表中国央行黄金的储备量；右轴是百分比，对应是黄金的折线图，代表黄金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我们可以看到，紫色的柱子呈现出一种持续稳健的阶梯式的上升，显示出官方购买的连贯性，而黄色的线也在缓慢攀升，说明黄金在国家战略储备中的地位正在稳步提高。最后来看中国报告的图表6， 7月份黄金进口量反弹走高。这张图表展示了中国黄金净进口的数据，单位是吨。紫色的柱子是一般贸易项下的净进口，蓝色的柱子是其他贸易方式下的净进口。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数据是到7月份的。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7月总进口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跳跃，达到89吨。报告认为，这是因为进口商预期第3季度末的需求将会回升，并且当月国内金价相对于国际金价存在的溢价，从而鼓励了进口。总结来看，8月份的中国黄金市场呈现出外热内冷的局面，国际金价强势，但国内由于股市火爆和人民币升值，投资需求和批发的需求均显疲软，但央行持续购买和进口商的积极备货，又为未来的市场需求埋下了伏笔。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另外一个黄金消费大国印度。与中国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报告的标题是季节性需求的良好开端，基调反而明显更加乐观。我们来看印度报告的第1页要点。报告指出，印度金价重拾升势，创下了新高，国内金价的折价幅度收窄，节庆前的投资需求复苏带动了黄金的购买。黄金 ETF 的流入强劲，而印度储备银行则暂停了黄金的购买。最引人注目的是8月份的黄金进口量创下了9个月的新高，反映节庆需求的强劲势头。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1页的下方图表1，金价大幅反弹。这张图同样是双轴图，左轴是月度环比变化的百分比，对应蓝绿色的柱状图。蓝色代表伦敦金的月度变化，绿色代表印度国内金价的月度变化。右轴是对应紫色的折线图，显示了国内金价的走势。请看图表的最右侧，我们可以看到紫色的价格线在8月和9月都出现了急剧拉升，创下历史新高。同时代表月度变化的柱子也变得非常高，显示出强劲的上涨动能。翻到第2页，报告详细解释了节庆需求的复苏情况。报告指出，随着节庆季节的到来，印度的黄金需求出现了回暖的迹象，主要是金条和金币的实物投资需求的引领，消费者被金价的上涨趋势和对未来进一步上涨的预期所吸引。
请看本页的图表2，国内金价折价收窄。这张图表非常重要，它反映了印度本地真实的需求强度。图表的纵轴是美元每盎司，显示的是印度国内金价相对于国际金价的溢价或者折价。当线条在零轴下方时代表折价，在零轴上方时代表溢价。我们可以看到这条紫色的线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零轴下方的折价状态，但在8月底和9月初2次向上突破，接近甚至短暂超过零轴，这表明本地买盘非常强劲，足以消化掉之前的折价，是需求复苏的一个强烈的信号。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3页，内容是关于印度黄金 ETF 和央行的行为。与中国相反，印度的黄金 ETF 在8月份出现了显著的资金流入，这已经是连续第4个月的正增长。报告认为，投资者在寻求避险的资产，以应对疲软的国内股市和持续的全球风险。请看本页的图表3， 8月份资金流入加速，这又是一个双轴图，左轴单位是印度卢比，对应的绿色柱状图代表的是每月基金净流量，右轴单位是吨，对应蓝色的线，代表 ETF 的总持有量。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8月出现了一根非常高的绿色柱子，代表了当月强劲的资金净流入，同时代表总持有量的蓝色线也随之攀升至历史新高，达到70吨。这说明印度的投资者正在积极通过 ETF 来增加黄金的配置。再来看第4页，这是关于印度黄金进口的数据。报告指出，8月份印度的黄金进口量大幅上升，达到9个月以来的新高，总额52亿美元，环比增长 37%。本页的图表4， 8月份进口量升至数月的高位，为我们展示了这一趋势。这依然是一个双轴图，左轴是美元，对应的是蓝色的折线，右轴是吨，对应是绿色的柱状图。请大家聚焦图表的最右侧，标注为2025年8月的数据点。我们可以看到，代表进口量的绿色柱子和代表进口额度的蓝色线都出现了明显的向上跳升。报告估计，当月进口量60到65吨之间，也再次证明了，为了迎接即将来到的排灯节和婚礼季节，印度的黄金贸易商正在积极备货。2份报告我们都详细解读完了，现在让我们做一个总结和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在8月份，全球2大黄金消费市场呈现出一副截然不同的景象。在中国，强劲的股市表现和风险偏好上升的情绪暂时压制了黄金的投资需求，导致批发需求疲软， ETF 资金外流。而在印度，随着传统的节庆和婚礼季节的临近，风险规避和文化需求的共同发力，推动了黄金投资和消费的复苏，表现为价格折价收窄， ETF 流入和进口量大增。展望未来，2份报告都给出了前瞻性的观点。对于中国，世界黄金协会预计，随着金价重拾强势，投资者有望反弹，同时为迎接10月份国庆假期，珠宝零售商可能会增加补货，从而支撑批发的需求。而对于印度，报告则认为10月到12月份的节庆高峰，黄金需求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但同时也提醒，不断攀升的金价可能会对总体的需求量形成一定的压制。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理解这2个市场的差异和驱动因素，对于把握全球黄金市场的脉搏至关重要。一个市场的短期疲软可能被另外一个市场的强劲需求所抵消，而央行的持续买入行为则为黄金的长期价值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希望我们今天的深度解读能对您投资决策有所帮助。如果您对报告中任何数据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想讨论未来市场的走势，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同样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